為搶修故障設備，我連夜加班堅守到深夜。次日上班僅遲到短短2分鐘，廠長卻當着全場數百工友的面狠心扣除我10萬年終獎。心寒之下，我徹底心灰意冷。每日上班掐着最後1秒打卡到崗，下班鈴聲一響便立刻停工離開。萬萬沒想到，僅僅7天過後，往日正常運轉的工廠徹底停工，陷入全面癱瘓。紀律是什麼？紀律就是企業的生命線。如果連上下班時間都守不住，還談什麼責任？談什麼效率？談什麼發展？13，等下厂長要是點你，我替你解釋。昨晚 A8 的事儿，我能证明。他不是不知道。什么意思？技術部高級工程師莊必凡，今天早上遲到2分鐘。他昨晚不是加班到凌晨嗎？2分鐘也要當眾點名？安靜！有些人仗着自己懂點技術，就覺得廠裡離了他不轉，无組織无紀律，把廠規當耳旁風。按照厂里最新勞動紀律規定，遲到1分鐘扣5萬，遲到2分鐘扣除莊必凡本年度全部年終獎，共計10萬元，以儆效尤。10萬？就遲到2分鐘？这不是拿庄工開刀嗎？廠長，莊工昨晚是為了搶修 A8 生產線，才加班到凌晨4點，這事我可以證明。李主任，我問你了嗎？莊必凡，你自己說，你有沒有遲到？遲到了。遲到了多久？2分鐘。那就上來簽字確認。13，再這麼騙下去，明早德國客戶那批貨全得廢。不是硬件壞了，是 K 係數補償飄了。能調回來嗎？能，但要重算補償曲線。順利的話，3個小時。A8 是廠裡最貴的設備，也是師傅退休前親手交給我的生產線。這些年，他每一次差點停擺，都是我在下班後、週末、凌晨把他一點點拉回來。穩了，真穩了。13，又是你救了一次。你手都劃破了，趕緊回去睡吧。明天晚點來，我給你證明。不用，早上冷機啟動，我還得再看一遍。我知道，想讓我爭，想讓我鬧，想讓我當着所有人的面失態。可真正的反擊，從來不是靠喊出來的。制度面前，人人平等。簽吧。10萬，那是我1年加過的班，熬過的夜，救過的設備，擋過的事故。你沒什麼要說的？沒有。記住，廠裡不缺你一個人，別把自己看得太重。爭辯，簽完字就準備回到車間辦公室裡，可就算是這樣，卻依舊有人蹬鼻子上臉。有些人真把自己當廠裡的定海神針了，遲到就是遲到，裝什麼清高？這人是楊林，他是楚生的外甥，新來的工程師，圖紙看不明白，馬屁卻拍得很響。這種人並不值得我解釋。從今天開始，大家都按規矩來。13，今天這事兒是我對不住你，昨晚是我喊你來的。結果讓你背了鍋，跟你沒關係。廠長太過分了 ，A8 要不是你，今天根本開不了機。所以從今天開始，我嚴格遵守廠規。莊工，那 A8 早上的預熱檢查怎麼辦？手冊寫得很清楚，設備開機前檢查應在正式工作時間內完成。可你以前都是7點半就弄好了。以前是以前，你要真這麼做 ，A8 會出事了。機器不會因為我準點上班出事，會出事是因為廠裡把我的額外付出當成了標準流程。說的真嚇人，不知道的還以為 A8 是你家祖傳的。你這麼懂，可以多負責一點。負責就負責，別以為廠裡離了你真不行。好，很快時間就來到了5點。往日最後離開工廠的我，今天竟直接準時打卡下班。一旁的技術部員工小丁見狀，都投來了詫異的目光。莊工，你今天真走啊？下班了。A8 昨晚剛調過，今晚不盯一下運行數據嗎？有加班審批嗎？沒有。那就明天看。夜班要是遇到問題，未必處理得了。按應急流程，需要我支援就走審批。莊大工程師今天準點下班，不會真因為獎金被扣開始擺爛了吧？準時下班是擺爛，你知道我什麼意思？
不知道。我没再理会杨林，径直朝厂门口走去。身后他的脸色有多难看，我不用回头也猜得到。到了门岗，我拿出工牌，第一次在下班铃响後的同1分鐘準時刷了卡。下班打卡成功。以前我总以为只要我多扛一点，生產線就能穩一點。可從今天開始，我只做制度上寫着該我做的事兒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沒有像往常一樣提前半個小時到場，而是踩着8點的上班時間準時刷卡進門。以往這個時候 ，A8 早就被我預熱完畢，關鍵參數也已經校準到安全區間。可今天我剛換好工服走進車間 ，A8 設備深處就突然傳來一道刺耳的異響，下一秒，紅色警報燈猛地亮起，尖銳的報警聲瞬間撕開了整個車間的安靜。李主任 ，A8 報警，機械儀定位失敗，停線，馬上抽檢。表面劃痕，邊緣拉傷，這批全部合格。以前早上不是一直好好的嗎？以前裝工7點半就來調好了。13，什麼問題？4副程電機熱補償沒完成，冷機狀態直接跑高精重件，定位肯定偏。那以前怎麼沒出過？因為以前我提前來了。一大早就出事故，誰負責？廠長 ，A8 一直是莊必凡負責的，肯定是他沒提前檢查。莊必凡，你為什麼沒有提前做好開機檢查？規範第2條，開機前檢查屬於崗位工作內容，應在正式工作時間內完成。現在8點12分，我正在按流程檢查。你給我摳字眼兒！我在遵守制度。書生，你昨天用規則抽了我一鞭子，現在這鞭子該換方向了。不就是熱補償參數嗎？我來。你能處理？廠長放心，年輕人就該敢擔當。好了，不錯，這才是解決問題的態度。莊工，看見了嗎 ？A8 沒你說的那麼神。我沒搭理他，只是默默看向傳送帶上新出來的產品，表面的劃痕確實沒有了，可產品邊緣卻多出了一圈極細的毛刺。這種毛刺肉眼很難看清，但只要進了高精度質檢儀，這批貨依然是廢品。但我卻沒有說破。只是在質點表上寫下記錄，機器不會當場反駁一個蠢人，它只會把錯誤藏進數據裡，然後在最後的時候報出來。不是說設備已經恢復了嗎？為什麼還會不合格？報警是消了，但產品邊緣毛刺超標，德國客戶那邊的精密檢測一定過不了。不可能，我明明把故障處理好了。處理報警不等於處理問題。這是熱補償參數拉過頭了，機械臂軌跡偏了半個點。損失多少？600件直接報廢，其餘全部返工，初步損失37萬。楊林，廠長，我也是為了廠裡解決問題，要不是莊必明故意不提前調試，根本不會出這事兒。莊必凡，你早就看出問題了。我看到產品有毛刺，那你為什麼不說？因為當時設備是楊工調的，你也說了，廠裡不缺我一個人。你就是故意看我出醜！我只是尊重你的負責權。夠了，今天晚上技術部全部留下，把 A8 穩定住。可以，請廠裡發加班審批，注明加班內容、時長和加班費標準。你還跟我談加班費？遲到2分鐘扣10萬的時候，您講的是規則，現在安排加班，當然也要規則。莊必儀，你還有沒有集體榮譽感？我眼裡有廠規，也有法律。楚生最喜歡把規則掛在嘴邊，可他想要的規則是只准他罰別人，不准別人保護自己。好，你要規則是吧？白天的工作你必須一項不少給我完成。崗位職責內的我都會完成。李主任，核心壓力傳感器到年度校準時間了，以前都是莊工調，今天還調嗎？這是我的本職工作，我做。而我莊13沒有像以前一樣直接上手，而是從工具櫃裡拿出拿物壓力傳感器標準流程手冊，按照手冊裡的流程校準核心壓力傳感器。莊工，這個你不是閉着眼都能調嗎？還看手冊？
现在按標準流程來。一個傳感器，你測3遍，故意拖時間吧？手冊要求3次讀數，取平均值。以前你10幾分鐘就調完了。以前是經驗操作，現在是按章辦事。很多場不是沒有流程，只是所有人都習慣了讓我跳過流程，替他們節省時間，也替他們承擔風險。很快，時間從下午3點來到了4點59分，我當即收拾好手裡的工具，準備準點下班。李主任看見這一幕，當場就急了。莊工，先把數據保存了再走，就2分鐘。手冊第7頁，校準中斷後必須重新開始。下班後未經審批，不得操作精密儀器。明天早上產線要開呀，那就請廠裡現在發加班審批。沒有審批，我下班。13，我知道你委屈，可 A8 真不能這麼拖，那是你師傅的心血。李主任，我沒有拖。可是以前你不會這樣。以前我以為，只要我多扛一點，產線就能穩一點，大家日子也好過一點。可楚生告訴我，這些都不算，制度上沒寫的就不值錢。我不是不在乎 A8，正因為在乎，我才要讓那些拿它當權力工具的人先知道疼。廢品率15%，上午不是才出了問題嗎？怎麼晚上更嚴重了？核心壓力傳感器校準沒完成，低速跑還勉強，高速生產肯定不穩。莊13呢？他為什麼不做完？下班了，沒有加班審批。他這是消極怠工。對，他明明會，就是不幹，他就是故意報復廠裡。他今天每一步都是按手冊做的，一項沒錯。李主任，你到底站哪邊？我站生產線這邊。莊13不做，你來。你不是說 A8 沒那麼神嗎？今晚把傳感器校準完。廠長，這個傳感器涉及壓力反饋閉環，最好還是讓莊工。廠裡不缺他一個人。行，我來。楊工，手冊上說要先清零，再升壓到8兆帕，等壓力穩定3分鐘。我看見了，用你教。楊工，壓力變動有點大，正常，正常，進口設備就這樣，交氣。楊工，不能再升速了，現在停下來，廠長怎麼看我？壞了，又不合格。先別報，讓我再調一下。昨晚夜班生產3000件，廢品率15.8%，壓力邊緣變形，全部不能交付。你昨晚怎麼調的？廠長，我是按手冊調的，可能是莊13以前改過底層參數，所以設備才不穩定。楊林，你別什麼都往莊工身上推。你昨晚跳過了壓力穩定等待。記錄表上寫的清清楚楚。你血口噴人！系統操作日誌也有記錄，21點46分，你手動覆蓋了穩定等待步驟。楊林的臉色徹底僵了，連一句辯解的話都憋不出來。楚生盯着報告上那串刺眼的廢品率，罕見的沒有立刻罵人。我知道，他終於意識到，這不是扣我10萬年終獎就能壓下去的小事。他壓下去的也不是一個員工的脾氣，而是整條 A8 生產線真正的穩定性。從今天開始，技術部進入戰時狀態，所有人主動加班，必須把產能追回來。莊必凡，你是廠裡唯一的高級工程師，必須帶頭。可以，請廠裡先補發昨天和前天的加班審批，並明確今晚的加班工資。你還跟我談錢？不是談錢，是講規則。遲到2分鐘扣10萬是規則，下班後加班要審批，要加班費也是規則。廠長，您不能只在處罰員工的時候講制度，在需要員工奉獻的時候講情懷。好，你不是喜歡按流程嗎？那我給你一個流程內的任務。
明天早上8點前，我要一份 A8全線生產工藝優化報告，涵蓋設備、人員、質檢、能耗、故障預案。寫不出來就是能力不足，寫不好就是消极怠工。一晚上写全线報告，这根本不可能。厂长，这种報告至少要1周數據分析。我沒問你。可以。你確定？明天8點，我交。這回看你怎麼按規矩。書生，你終於開始犯真正的大錯了。莊工不會真熬了一晚上吧？這種報告一晚上怎麼可能寫完？寫不完，書生肯定拿這個做文章。高級工程師嘛，能者多勞。昨天不是挺會講規則嗎？今天就看看他有多大本事。就這麼薄？報告寫完了。2頁紙也叫全線優化報告？莊必凡，你糊弄誰呢？你最好先看完。13，你这是根因報告，比對廢話有用。第1條，立即停止無資質人員接觸 A8 核心參數。第2條，追溯近3日所有人工覆蓋操作日站，鎖定責任人。莊13，你什麼意思？字面意思。這就是你交的報告。我要的是全線工藝優化報告，不是讓你寫檢舉信。是，報告裡每一條都有數據支撐。這裡有 A8 近3天操作日記，楊林2次手動覆蓋穩定等待流程，1次強行修改熱補償參數。每一次操作後，廢品率都明顯上升。廠長，他斷章取義，設備本來就有問題，我只是臨時處理。臨時處理不等於無證修改核心參數。你明明在現場，你為什麼不阻止？你說廠裡離了我照樣賺，楚廠長也說廠裡不缺我一個人。莊必凡，你現在是在指責我的管理？我是在分析故障根因。你這份報告裡句句都在影射我用人不當，你以為我看不出來？如果事實讓您覺得被影射，那問題不在報告。莊必凡！這一刻，他終於不裝了。你別以為自己懂點技術，廠裡就拿你沒辦法。再這樣消極怠工，破壞團結，我馬上開除你！然而我沒有被他的威脅嚇住，只是垂在身側的手指輕輕按了一下手機側鍵，屏幕依舊暗着，但錄音已經開始了。廠長，您要因為我提交故障分析報告開除我？少給我扣帽子！你現在的態度就是消極怠工。那請您出具書面處理意見。你以為我不敢？我只是需要證據。莊必人近期工作態度惡劣，多次拒絕配合生產安排，造成 A8 產線重大損失。廠裡決定對他進行停職處理。廠長 ，A8 損失不是莊工造成的，操作日誌很清楚，是楊林。李主任，你也想替他擔責？莊必凡，現在給你最後一次機會，承認工作失誤，寫檢查，今晚留下來無條件恢復 A8，我可以暫時不追究。我拒絕。大家都看見了吧？他就是故意跟廠裡對着幹。請問，停職依據是什麼？這個，廠長說你不服從工作安排。安排加班，有審批嗎？有加班費方案嗎？有書面任務邊界嗎？如果沒有，那我拒絕的是違規安排，不是不服從管理。你倒是挺會狡辯。是不是狡辯？聽完再說。再這樣消極怠工，破壞團結，我馬上開除你！你錄音，保護自己。你這是偷錄！我錄的是和我本人有關的勞動爭議內容，您可以讓集團法務判斷能不能用。這份報告、操作日誌、會議錄音，我都可以發給集團審計。
和勞動監察部門。13，你這一下算是徹底把楚生得罪死了。他扣我10万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没和气可讲了。庄公，刚才太解气了，他脸都白了。解气没用 ，A8还没稳，楚生也不会收手。他还能怎么折腾？急着证明自己的人，只会找一个看起来更厉害的替代品。他会找外援。反了！一个工程师敢拿录音威胁我！厂长，那现在怎么办？要是真闹到集团，咱们不好解释。还不是因为你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您找谁？钱海，省内有名的技术专家，以前在德瑞自动化干过，专修进口设备。我就不信一个庄13还能比外面的专家厉害。钱公，我是江海精工的楚生。对 ，A8 产线有点小問題，想請你過來看看，價格好說，只要能把設備穩住。等錢公來了，我看你還拿什麼擺架子？廠裡聘請省城專家錢海擔任 A8 產線技術顧問，明天到場。錢海這個人我聽過，名氣挺大，收費也高。名氣大不代表能看懂 A8。莊公，你認識他？不認識。那你怎麼這麼確定？因為 A8 最核心的東西不在說明書裡。他們以為請來一個高價專家就能替代我，可他們不知道 A8 真正值錢的部分是我和師傅一點點寫進去的。錢公，歡迎入局。第二天上午，一輛黑色商務車就停在了廠房門口。錢海拎着進口工具箱下車，臉上帶着不加掩飾的傲氣。楚生帶着楊林迎上去，笑得格外熱情。錢公，您可算來了 ，A8 這條線就指望您了。德系設備我見得多，說白了就是控制邏輯僵，不適合國內工廠節奏。錢公一看就是行家，不像某些人把一台機器說得神乎其神。你就是莊必凡？是。聽說這條線以前主要是你維護？對。年輕人，設備維護不能靠經驗主義，現在講的是系統化、標準化、模塊化。希望錢公能教教我。真正懂設備的人，不會一進門就急着證明自己懂。只有心裡沒底的人，才需要先把別人踩下去。先看主控程序。進口設備最常見的問題就是原廠參數，不適配本地工況。錢公，只要能恢復產能，您怎麼改都行。A8 的核心參數不能直接改。年輕人，別把自己寫的東西看得太重，程序就是程序，找準接口，沒有不能改的。莊公，聽見沒？這才叫專業。錢海沒有再說話，繼續坐在控制台前操作。很快，屏幕上跳出一大片核心代碼和注釋。剛才還滿臉輕鬆的錢海，表情一點點凝住了，因為那些注釋既不是標準英文，也不是普通中文，而是一串夾雜着縮寫、符號和老式工藝代號的內部標記。這都是什麼亂七八糟的注註？維護注釋。誰寫的？我和我師傅。不規範，但是能跑。SS 模塊？什麼 SS 模塊？設備說明書裡有這個嗎？沒有，原廠說明書裡沒寫。莊必凡，這是什麼東西 ？A8 節能補償模塊，說明書裡沒有，是不是你私自加的？是我開發的。莊必凡，誰允許你在廠裡設備上私自加模塊？3年前 ，A8 無法滿足德國博士那批定制件的能耗和精度要求，是集團技術部批准我做2次開發。批准文件呢？這裡。這個 SS 模塊全名是什麼？13節能補償系統 ，SS 是我名字的縮寫。你還挺會往自己臉上貼金。這模塊讓 A8 能耗下降12%，定位穩定性提高37%。德國客戶當年就是因為這套模塊，才把訂單放在江海精工。就算是你開發的，那也是在廠裡設備上開發，成果就屬於工廠。
不完全是。SS 模块的软件著作权和核心算法专利在我个人名下，工厂只有免费使用授权。个人名下？这不可能吧？厂里的設備怎麼會有你的專利？因為當年廠裡沒人願意為這個項目擔責，申請費、測試費、外部驗證資料都是我自己出的。有些東西我不是沒說，只是以前我覺得只要產線穩定，署名是誰沒那麼重要。現在看來，我幸好沒那麼大方。德國博士那邊發來郵件，催要 SS 模塊最近3個月運行數據。他們怎麼知道這個模塊？郵件裡說 SS 模塊是他們評估是否追加訂換的關鍵指標，要求今天下午5點前回復。錢工，這個數據你能導出來嗎？如果有高級權限，理論上可以；沒有權限呢？那就需要模塊開發者授權。莊必凡，把授權打開。現在是工作安排嗎？當然是。楚生被我氣得臉色發紫，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罵：遲到2分鐘要扣10萬，個人專利授權當然也要按規則來。而這時的楊林低着頭不敢說話，錢海看我的眼神也已經沒有剛才的輕慢。莊工，現在客戶催得急，能不能先把數據導出來，別把事情鬧大。錢工不是說找準接口沒有不能改的，你可以試試。錢海被我懟得啞口無言，可他顯然並不服氣。他重新回到 A8 控制台前，深吸一口氣，試圖繞過 SS 模塊的授權接口，直接讀取底層運行數據。而我只是站在幾步之外，神情平靜地看着他。莊工，他這樣不會出事吧？看他改到哪一步。真會出事。如果他只是讀數據，沒事；如果他想繞接口，就有事。錢工，時間不多了。報警了，只是保護提示。說着，他又輸入一條指令，而我好心提醒了他一句，他就暴跳如雷。我建議你停手。你別嚇唬我。只見下一秒，控制屏變成紅色，整條 A8 生產線的運轉聲戛然而止，車間裡所有人都僵住了，楚生也被嚇得說不出來話。這是底層鎖，能解嗎？只見錢海臉色慘白的瘋狂翻着手冊，可惜原廠手冊裡根本不可能有這一條，因為 SS 模塊從來不是為了坑誰，它是我給 A8 留下的最後一道保險。有人按規矩使用，它就是幫產線減耗提效的節能系統。可一旦有人想暴力繞開授權，強行改動核心邏輯，它就會變成一把鎖，把整條生產線牢牢鎖死。莊必凡，你能解對不對？能。楚生眼中剛浮起希望，我就回了一句讓他更絕望的話。但現在是下班時間，明天8點，我會按時上班。我說完就轉身離開了。楚生站在原地，臉色從鐵青變成慘白。錢海看着屏幕上的 Error 777，手指都在抖。深夜 ，A8 車間燈火通明，控制屏上紅色代碼始終沒有消失，核心授權確失，生產線保護鎖定。錢工，你不是說能處理進口設備嗎？這都3個小時了，為什麼還沒解開？這不是原廠故障，是2次開發模塊的底層鎖，強行繞過授權接口，系統把核心控制權限封了。那重啟呢？重啟8次了，有用嗎？楊林被懟得不敢說話。現在整條鏈不能動，夜班全停了。明早德國客戶要看進度，我們拿什麼交代？給莊13打電話。13，A8 鎖死了，你能不能來一趟？現在是下班時間。我知道，可這條線真要完了。有加班審批嗎？沒有。那明天8點，我按時上班。他這是攜機要價。嚴格說，他確實沒違規。閉嘴！第二天早上8點，我準時刷卡上班，剛到辦公室就被叫進廠長辦公室。楚生坐在辦公桌後，眼下發青，顯然一夜沒睡。您是為了昨天晚上在車間的事吧？坐。不用，您有事直說。昨天的事兒是溝通上有誤會 ，A8 現在停着，對廠裡影響很大。你先去把它恢復，年終獎我補給你。廠長，到現在你還覺得我只是為了那10萬塊？那你想怎樣？第一，召開全廠大會。
向我公開道歉，承認扣除年終獎處理不當。第二，補發10萬年終獎，並撤銷處罰記錄。第三，從現在開始，設計 SS 模塊和 A8 核心系統恢復，我不再以普通員工身份處理，我以獨立技術顧問身份提供支持，每小時1萬元，費用和責任邊界寫進合同。莊13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！我欺人太甚？你当着几百人的面說我无組織無紀律，扣我10萬年終獎的時候，怎麼沒覺得欺人太甚？你這是趁火打劫！這是規則。他終於開始怕了，可惜他怕的不是自己做錯，而是怕事情失控。出去！沒有你，我照樣能讓 A8 動起來。祝您順利。莊13不肯配合，那就繞開他的東西。楚廠長，我不建議這麼做。SS 模塊和核心控制系統綁定很深，強行繞開風險很大。你不是專家嗎？我請你來，不是聽你說風險的。如果要繞，只能嘗試重裝基礎控制程序，把2次開發模塊剝離。不行 ，A8 的硬件驅動是根据 SS 模塊參數深度適配過的，直接剝離，設備可能徹底起不來。你也被莊13嚇住了，這不是嚇唬。A8 不是普通設備，很多驅動參數都是莊工和原廠一起調的。廠長，莊13就是仗着這個拿捏常理，要是真把他的模塊刪了，以後就不用看他臉色了。格式化，重裝基礎程序。楚廠長，真要這麼做，必須有書面授權，出了問題，我不承擔全部責任。我授权，我負責。完了，13。楚生讓前海國事化 A8 系統要刪掉 SS 模塊，他瘋了，那不是把設備往死裡弄嗎？他真下令了。前海已經開始備份基礎程序了，你快去攔一打，再晚就真完了。我現在去，以什麼身份來？什麼？普通員工，我已經被廠長認定為消極怠工。A8 核心系統，楚生拒絕我的顧問條件，也沒簽授權協議。莊工，那 A8 真會變磚啊？我知道，我當然心疼。那條線裡有師傅的心血，也有我7年的心血。可如果我每次都在最後關頭替他們兜底，他們就永遠不知道自己到底錯在哪裡。由他去吧，他會後悔的。楚廠長，我最後提醒一次，這一步不可逆。繼續。刪乾淨就好了，沒了莊13那套東西，設備還不是照樣啟動？所有人都盯着屏幕，1秒、2秒、3秒，然而屏幕沒有進入系統，而是徹底黑了。庫置櫃裡傳來一聲沉悶的斷電聲 ，A8 整條生產線燈光全部熄滅，車間裡靜得嚇人。怎麼回事？硬件驅動保護性休眠了，啟動啊！啟動不了。SS 模塊授權丟失後，硬件驅動參數找不到匹配項。系統把主控鎖死了，那重裝原廠程序呢？這台 A8 做過深度定制，原廠基礎程序帶不起來現在這套硬件。你不是專家嗎？你給我修好，馬上修好！楚廠長，是你授權格式化的，操作記錄裡有你的確認。廠長，德國博士集團發正式函了。說什麼？如果3天內工廠無法恢復 A8 生產線，並交付合格樣品，博士將單方面終止合作協議，並啟動索賠程序。索賠多少？8位數歐元。8位數歐元。A8 停機，他還能瞞；交付延期，他還能拖。可德國客戶正式索賠函一到，楚生就再也沒有退路了。通知所有中高層，車間開會，把德國客戶代表也請過來。那莊13呢？也叫來。既然事情壓不住，那就把鍋全扣到他頭上。各位 ，A8 生產線之所以走到今天這個地步，不是管理問題，也不是設備問題，而是有人惡意代工、邪計要價，甚至蓄意破壞核心系統。沒錯，裝逼房明明能修，卻故意不修，就是為了報復廠長扣他年終獎。楚廠長 ，A8 是你授權國事化的，
操作記錄裡寫得清清楚楚。李主任，你不用替他狡辯。如果不是莊必凡私自在設備裡加所謂 SS 模塊 ，A8 怎麼會鎖死？克勞斯先生，我們也是受害者。這個員工利用自己掌握的技術脅迫工廠，導致生產線癱瘓。莊必凡，因你惡意代工，給工廠造成重大損失，我代表江海進攻正式宣布，你被開除了。这回看你還怎麼裝！隨着他話音落下，保安就要將我帶走。就在此時，施耐德卻突然開口：“等等，莊老師，好久不見。克勞斯先生，3年前我在慕尼黑工業大學旁聽過您的線上講座，您關於高精並生產線節能補償的觀點，讓我印象非常深。莊公還給慕尼黑講過課？德國客戶代表叫他老師？不可能。”克勞斯先生，您可能誤會了，他只是我們廠一個工程師。楚廠長，我剛才沒有聽錯的話，你要開除 SS 模塊和 A8 核心補償系統的專利持有人？克勞斯聲音一落，楚生整個人都僵住了。這個事情不是您想的那樣。我們博士選擇江海精工，不是因為貴廠管理優秀，也不是因為設備原廠配置，我們選擇這裡是因為盡職調查時發現，這條 A8 生產線內嵌了莊老師開發的 SS 節能補償模塊。這個模塊是我們追加訂單的核心技術依據。楚生被這話嚇得嘴唇發抖，一句話都說不出來。一旁的楊林也腿一軟，差點站不穩。而我只是在一旁冷靜看着，內心發笑。楚生一直以為我只是一個工資高一點的高級工程師。直到現在，他才知道，他開除的不是員工，而是這條生產線真正的核心。楚廠長 ，SS 模塊專利到底怎麼回事？這個是歷史遺留問題，不是歷史遺留問題，是我個人專利授權工廠免費使用。我便又拿出證明材料，遞給集團代表。這裡有軟件著作權登記、專利授權通知書、當年集團技術部審批郵件，以及我授權江海精工免費使用 SS 模塊的協議。集團代表快速翻看着我的證明材料，臉色越來越沉。都是真的。莊老師，現在 A8 能恢復嗎？能。聽到我的這句話，楚生眼裡瞬間閃過一絲希望。但我剛剛已經被楚廠長開除了。可我緊接着的一句話，又讓他臉色驟然一白。全場幾百人都聽見了，您也聽見了，保安也已經過來了。楚廠長，這是怎麼回事？然而不等楚生解釋，我就先站了出来。如果貴公司還希望 A8 恢復生產，我可以以個人身份提供技術服務。我們願意和您個人合作，需要什麼條件？3個條件。第一，楚生和楊林立刻離開江海精工，我不再和他們共事。憑什麼？憑你3次違規操作 A8 核心參數造成重大損失。第二，集團必須就楚生對我的公開羞辱、違法扣賄、惡意停職，向我書面道歉，並支付50萬名譽和精神損失賠償。莊13，你別太過分！你當着全場人扣我10萬的時候，怎麼沒覺得過分？第三，從現在開始，我以獨立技術顧問身份恢復 A8，收費標準每小時1萬元，直到產線驗收合格。如果貴集團不能接受莊老師的條件，博士將立即啟動終止合作程序。我馬上聯繫陳總。莊工，我代表集團為楚生在管理工作中的嚴重失誤向你表示歉意。你的3個條件，集團原則上全部同意，50萬賠償金，1個小時內到賬，顧問合同由法務立即起草。至於楚生，即刻起解除江海精工廠長職務，停職接受集团審計調查。陳總，我是為了廠裡啊，是莊13不配合，才把事情鬧成這樣。操作記錄、錄音、郵件格式化授權，集團都已經收到，你還想狡辯什麼？楊林，違規操作核心設備，造成重大損失，立即解除勞動關係，後續責任另行追究。陳總，我是聽廠長安排的啊。誰讓你不會還裝會？即刻起，保安，把他們給我請出去。隨着陳總一聲令下，保安很快就將楚生和杨林帶了出去。等現場重新安靜下來，陳總才把目光落回到我身上。莊工，希望你以大局為重，
盡快幫助工廠恢復生產。後續我會親自和你詳談。好，就這麼定了。庄公，真能救回来吗？能，只是要先把前宫留下的烂摊子清干净。13，辛苦你了。先別說這些。3號伺服驅動模塊準備復位，液壓站壓力降到8兆倍，高壓供電回路重新測一遍。都聽莊公指揮。我的話剛說完，車間一下子就忙活開了。小丁直奔電器櫃，操作員趕緊檢查液壓站，李主任更是親自拿着記錄板挨個核對數據。恢復了，系統恢復了。聽到這話，車間裡壓抑許久的氣氛瞬間被點燃，而我卻沒有停，繼續輸入參數。別急，低速空載3分鐘，確認主軸振動值。低速空載，啟動。升速30%，3號機械儀補償回半拍。完成。導入 SS 模塊，最近3個月運行數據。生成客戶驗證包。很快，在我的帶領下，設備穩定運轉，第一批樣品也出來了。克勞斯也上前拿起一個檢查起來。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，不敢說話，看着克勞斯。幾秒後，終於克勞斯宣布了結果：合格，全項合格，良品率100%。聽到這話，車間爆發出掌聲和歡呼，而我站在控制台前，看着綠燈亮起，沒有笑得太明顯，因為我發現了一個更為嚴重的問題。13，怎麼了？不是都合格了嗎？主轉動軸振動值不對。剛才不是在安全範圍內嗎？在安全範圍內，不代表正常。我調出 A8 過去1年的運行記錄，只見屏幕上主轉動程振動值從3個月前開始緩慢升高。看這裡，它不是突然故障，是一直在異常磨損。可是 A8 才運行不到1年，原廠傳動槽設計壽命是20年，怎麼會磨這麼快？停機，拆軸。停機，維修班過來，拆主傳動箱。維修區裡，幾名維修工合力拆下主轉動軸。沉重的軸體被放到檢測台上，表面看起來光亮，卻有幾處肉眼可見的磨損紋路。磨損這麼深，這不應該啊！這根軸可是德國原廠鉻磨合鋼，強度和耐磨性都是最高等級。這顏色不對，拿硬度儀。不可能，原廠钴錳苯鋼不該是這個硬度。這不是鉻鉬合金鋼，這是普通45號碳鋼，表面鍍了一層钴，用來冒充原廠品。偷梁換木，這可是主傳動軸，高速運轉的時候一旦斷裂，碎片會直接飛出去，威力不亞於炮彈。這是在拿全車間人的命換錢。那一刻，我才知道，楚生毀掉的不只是產線，他差點毀掉的是幾十條人命。封存現場，轉動條、軸承座、採購包裝、安裝記錄全部貼封條，任何人不得私自接觸。我來安排。莊工，照片從哪個角度拍？軸體編號、磨損面、硬度測試數據、鍍鉻層剝落處全拍，原始照片不要修。如果這是假冒部件，博斯必須重新評估安全風險。我理解。楚生、錢海，他們一邊把劣質件裝上去，一邊還敢說是莊工害了產線。把合同、付款記錄、驗收單都導出來，我馬上找財務。一根轉動軸原廠價40多萬，而一根普通45號碳鋼鍍鉻軸，成本可能連零頭都不到，中間的錢去了哪裡，不難猜。陳總 ，A8 發現重大安全問題，主轉動頭疑似被假冒件替換，對，性質非常嚴重。
集团視頻會議再次接通，陳總聽完匯報後，臉色比上午更沉。莊公，你確定這是假冒件？硬度、材質、磨損曲線都不符合原廠參數，我建議送第三方檢測，但初步判斷已經很明確。博士也會派技術人員複核，如果確認是假冒件，這是重大安全和誠信問題。採購合同顯示，楚生批准付款，前海做技術確認，供應商海團自動化是3個月前新進入供應商名錄。如果存在以次充好、虛假驗收、收受回扣，已經不是內部處分問題。報警，同時凍結楚生、前海相關權限，封存所有採購資料和郵箱記錄。審計組下午進場。這根甲軸已經運行3個月，期間多次出現異常震動。如果不是這次停機檢修，最多再跑2周，就可能發生斷裂事故。那時候車間滿負荷生產，旁邊至少20多個工人。這已經不是簡單為了吃回扣而以次充好、虛假驗收的事兒了，而是故意殺人。等待他的不僅是被開除，還有冰冷的鐵窗。查到底。下午，楚生拖着行李箱，臉色灰奪地想離開廠區。就在這時，門口保安攔住了他。楚廠長，集團審計要求您暫時留廠配合調查。我是廠長，你敢攔我？您已經被停職了。楚生、楊林，請跟我們去會議室。關於海團自動化和 A8 傳動軸採購，需要你們說明情況。我不知道什麼海遷自動化，採購流程都是下面人辦的。合同上有你的簽字，技術確認人是前海，付款審批走的是你的賬號。看來你們知道的不少。莊公，調查初步結果已經出來，楚生前海涉嫌採購造假和收受回扣，集團已經移交公安機關。楊林違規操作設備，造成重大經濟損失，也會追責。集團希望你繼續擔任 A8 專項技術顧問，費用按之前合同執行。另外，關於你年終獎和賠償，財務已經全部到賬。我看到了。莊老師，博士期待繼續和您合作。合作可以，但我要補充一條。你說。以後任何涉及核心設備的改造、採購、維修，都必須經過技術、審計、安全3方確認，不能再讓一個不懂技術的人靠權力決定設備生死。同意。那天之後，廠裡很多人都說我贏了，可我知道，真正贏的不是我一個人，是規則終於不再只是領導手裡的鞭子，也是技術和勞動終於被重新放在了該有的位置。劲8运小狀態 HS 模塊授權有效。楚生，你扣掉的那10萬我拿回來了，但你輸掉的可不止一個廠長的位置。